Hello，各位观众，我们就又来到新的一集的来宾后续访问。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欢迎小哈。嗨，好，小哈也是真的蛮久没见哦。对，非常的久。因为小哈也是刚好我们过往 relation 的时候，你刚好都有事情。应该说就是时间都卡得蛮紧的。中间有想过说，可能前面的行程结束，可以后面直接衔接过来。但是只要遇到前面的行程被延误，然后后面可能就来不及。是，对，所以就比较遗憾一点。有点可惜。对，我觉得非常可惜。对，但我觉得正因为如此啊，其实跟观众可能也会好奇说，关于小哈，无论下节目你的生活或者是感情这些方面，那我们就先聊聊生活好了，就来聊点相对轻松一些。对，你最近过得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在忙什么事情？最近的话，因为就是老家那边有一些事情，所以最近算是着重在处理家庭的事情。那可能后面几个礼拜之后，就是会先回马来西亚去。对，因为你其实在节目上有稍微透露一些你的资讯嘛，就比如说你有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嘛。对，然后其实你有透露说你很喜欢动漫，然后也会 cosplay 这样，对不对？对。可是好像跟来宾们聊到的，至少剪出来的内容没有到非常多，记得只有一集跟 TT 约会有稍微剪到，对不对？应该说就是因为我知道好像可能大家就是看动漫的频率可能没有我那么高。然后就是可能有稍微抛一些就是动漫的梗，然后就稍微试探一下，说大家有没有办法接到。然后就以节目中的感想就是，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办法聊这个东西。你有抛什么梗？然后你发现，这些人应该跟我聊不起来动漫这一块。就比如说什么晋级的巨人啊，然后那个 JoJo 的奇幻冒险，然后就是里面都有一些梗。然后就其实还蛮有名的，然后就大家没有什么反应，我就觉得不过我们今天聊天可以放心，因为他可以接得住。真的吗？你有在看？也还好，看的动漫。但你刚讲的那个我都有看过啦，JoJo跟进击的巨人。因为我那时候就有说，比如说同期好了，然后就会说同期你做啊。就进击的巨人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梗，对啊，莱纳你做啊这个，然后就没有人有回应。你说连晴晴也没有吗？对，晴晴好像也有在看一些漫画嘛。对，但是他好像就没有 get 到。那你心中有最喜欢的神作，或是哪一个本命的角色吗？本命的角色很多可是如果要说本命，然后最喜欢的角色的话是那个着眼的夏娜。里面的那个女主角，跟观众或是跟她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对，还好有让我参与一下，因为你们聊下去的话，我就无法再进入你们话题了。就她是算是当时就是傲娇这个属性刚开始掀起风潮的时候的领头人物，对。然后她的个性就是傲娇，然后实力又很强大。那你有 cos 过那个角色吗？没有，我几乎都是 cos 男生啊。对啊。为什么？我的五官其实比较不太适合 cos 女生，然后再加上身高的关系。有尝试过吗？有尝试过，但是就是自己觉得不满意。那你自己最喜欢哪个角色？你曾经 cosplay 过？那个银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知道。我赶快搜寻一下。银魂里面的那个一个角色叫山崎退，然后因为他的角色就是存在感很薄弱，这个就是可能大家都在前面很开心，然后他后面就是在自己就自娱自乐这样子，然后就拍出来的照片，我觉得就是很符合原作，我就很开心。你有发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 cosplay 吗？应该算是高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点算是身边的朋友有先在就是 cosplay，
然后就有问我说，就是他缺一个搭档，然后就有问我说，你也有看这个作品，那你对这个角色有没有兴趣？这样的介绍之后，你就觉得，那我要打扮他看看吗？因为通常像我自己也喜欢看动漫，可是我可能不会想到说我要去变成他的外形这样子。就真的是需要身边的人，就是给一个契机。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很喜欢某个角色，就是喜欢他推荐我的那个角色，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就是我有办法就是在现实中成为他这样子。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学业？没有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有早读1年，然后我就是早读1年，考完试之后，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学测或指考。那一种，然后就是一考完之后，然后就跟妈妈说，就是我现在考完了，那我应该可以就是来分心做我想做的事情。大玩特玩了。对啊，大玩特玩，然后还去看演唱会。你当时是在马来西亚考试吗？还是来台湾考试？在马来西亚。然后那个考试的成绩是可以在台湾使用的。应该说要先在台湾念那个侨大。然后它是短期班，大概就是1个学年，读完之后，然后再考就是分发的考试，然后就是看你的志愿是填哪里，然后你的成绩有没有办法到那个水准，如果到的话，就是可以分配到你的第1志愿，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接下来排的那些志愿。那你是当时就有设定说我想要考法律系这样子吗？对。是高中的时候就有这个目标了。应该算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有这个目标了。这么国中早？你是什么样契机发现，你其实想走这个科系的？可是我想要走这个科系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想要当就是律师或是相关的职业，我只是因为一个很无聊的原因。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日本作家，然后他是就是法学系出身的，所以就是想说，我也希望就是可以跟我喜欢的作家就是有同样的学历这样子。所以你当时国高中，你有尝试去打开这些可能法律相关的书去看吗？然后，有。那你实际看了之后，也是觉得哇，我就是想要走这个科系，更笃定。应该说，我那个时候，因为毕竟在马来西亚，我接触到的会先是马来西亚那边的法律，然后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法律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它是回教国家，他们有分回教法跟就是一般针对其他非回教徒的法律，然后回教法的话，它其实有很多关于就是一些思想上的开放程度。对于他们来说非常保守，就是比如说举一个跟恋爱女子宿舍相关的话题来说好了，就是在回教的法律里面，就是同性之间的互相喜欢是被禁止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位回教徒，然后你跟就是另外一位同性之间可能有爱情或者是有性行为的话，那是会被判刑的。我不知道你在节目上有没有跟其他人聊到，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生这件事情？有吗？有人跟你聊过这个话题吗？好像没有好像只有在就是我跟一休就是第一次那个面谈的时候在线上的时候。对。你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我有点忘记了。他气太多人了。对啊，面太多人了。那个时候是有说我的第一段初恋，然后是真的有在一起的女生是14岁的时候，算很早很早，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第一次谈恋爱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观念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然后会做出很多现在会觉得是非常糟糕的决定。像是什么？就像是那时候还蛮有一点焦虑型依恋的，对。然后就是对方可能就是只要没有回复，然后或是他跟他的朋友就是非常要好的话，
话，我就是会有点情绪勒索对方。最严重到什么程度？你有印象的？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当时我有一点就是报复心，就是会觉得说，哦，既然他跟就是谁谁谁这么好，那我也要有一个就是跟我非常好的对象。就是想要让他吃醋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这样子，我觉得蛮对不起，就是那一位真心想要跟我当朋友的那个朋友。那我觉得在节目中也感觉出来，你应该跟当时也变得差很多了嘛，在感情观这一块。而且你应该算是我们来宾当中所有一点你跟大家不一样，就是你对我们节目非常熟悉。对啊，老观众。对，就是身为老观众来参加我们节目，你觉得这个感觉是什么？然后你觉得跟其他来宾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验或感受吗？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有一种就是真的跟你平常只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人，就终于有一个真实相处的感觉。然后也会发现很多就是只透过荧幕看不到的那些交流。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很棒。你自己参加的这一集跟我们过往的节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我觉得完全不一样耶。光是来宾跟来宾之间的互动，因为像过往的节目，因为都是做异性恋相关的嘛，所以就是比较不会有那种我们今天可能就是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但是我们彼此又有可能是竞争关系的那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在很好的朋友的基础上，也是我们彼此有可能会成为就是互相喜欢同一个人的竞争关系。因为像我们现在开始有确定第2届来宾是谁了，但是刚才报名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题目是说，你有没有比较喜欢上一季哪一个来宾？然后其实你的名字出现蛮多次的。真的假的？就是理想型有不少人是写小哈。对，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在节目上，你都可以在很适当的时间讲出合适的话，我自己感觉然后他们可能也是这样子的解读。但我觉得这点其实有点小可惜，就是观众还没有了解到你其实私下有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一面，就是其实你有时候也是会讲干话，然后你也是会开玩笑，就是你在节目上很少跟来宾们有这样子的互动，这个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抛了，就是我自己应该说，就是我在 cosplay 的圈子跟动漫圈子，我算是那种就会一直讲出很有趣的话题的人，然后我身边的人也都这样子觉得，所以其实我有点就是对这方面还蛮有自信的。可是就是尝试把这一点展现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是有点冷场，我就觉得好像这一套在这里没有什么用，会有点不对平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我们就假设有时候拍访问，或者是有时候镜头可能拍完之后，你会跟我们工作人员对话聊天吗？对啊，讲干话。那我就像一休讲的，就会观察到这一面嘛，就是有时候做蛋糕啊，就是这过程中会说，对你有不一样的一面。你会因为你说跟来宾这样讲，会比较可能会担心他们反应不好嘛？那你实际跟我们工作人员会比较有放心，可以讲这种干话吗？还是其实也是收到的效果反应没有那么好？其实不会耶。我觉得好像跟工作人员就是讲干话的时候，就是我们互相彼此的回应都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说，因为毕竟工作人员他就不是我会考虑交往的那个范围里面，就不是我会考虑交往的人选，所以我可能就是尽量把我觉得或许会给人不好印象的那些方面也展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今天是面对就是我有可能想要跟他发展感情的对象，那当然一开始就是希望我可以展现出的都是比较好的那一面。那我觉得很可惜耶。真的吗？你可能自认不好的，大家会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我觉得坦白来说，前面几天跟你相处的时候，会觉得你讲话是很有素养的一个人。对，
但谢谢。坦白一点，我讲很直接一点，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官腔。不然我会讲比较直接，可是实际后来跟你相处，就发现你有这些讲干话，其实很有趣的一面。我就觉得，就像宜修讲，很可惜，就是这一面也是你，啊，也是蛮可爱的一面。对对对，谢谢。但是这一点其实我蛮常被身边朋友诟病的。就是他们说我真的有点慢热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要认识个3个月、4个月，我才能够这样子，就是跟他们讲干话。然后就真的一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非常有礼貌。通常到什么程度的交流，或是认识到多久，你才会真的可以很放松的跟对方互动？我曾经在对方面前出糗过，对，是不经意的不小心出糗吗？对对对对对。那万一没有这个机会呢？就是一直。对啊，我们就是一直很客套的到最后，对。那直到在一起吗？直到在一起，然后，我不确定现在讲这个话题会不会有点，就是打乱节奏。对对对，没关系，你可以讲讲看。就是我跟我现在的女友，就是她很常会一直在跟我说，就是你不要这么的有礼貌。对，她也会哦。对。他就是会一直说，就是不要这么有礼貌。你想要骂脏话，你可以骂。然后就是你想要说一些就是可能很白痴的话题，就是你就讲。对。那我会好奇，就是那这样的你会觉得很不舒服、很压抑吗？还是自在的？因为假设可能像我没有假设我想要没办法把我这个一面展现出来，我其实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我不晓得你会是怎么样，还是你其实觉得还是一样依然自在？因为我觉得蛮自在的。只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想到很好笑的梗，然后就在心里偷笑而已。但你跟他相处是礼貌到什么程度？他需要这样子来提醒你啊？就是他会一直跟我说，就是不要那么客气。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可能送我一个礼物，我就一定会记得说，下次我一定要就是同等的礼物送他给他。然后或者是他今天帮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下次我要就是也帮助他。然后还有像谢谢这句话，就是会一直重复的在说。然后或者是像就是可能请他帮我拿水，我就会跟他说，就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拿那个水吗？谢谢。他就会觉得说，就其实你就可以直接说，就是帮我拿一下水，这样子就好了。就是他会觉得我们关系已经是比较亲密的了，就不需要再那么的彬彬有礼。那假如说是要做一些比较亲密的举动，例如说你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手方便牵一下，这样子这么有礼貌吗？因为我其实不会主动牵别人的手，或者是任何的示好的那种肢体接触啊。对啊，我都会跟他说，就是现在可以抱一下吗？你还是会先告知。然后抱完之后，对，然后抱完之后我就跟他说，谢谢你答应，就是让我抱你一下这样子。那他对你呢？他就不会。对。但是他如果这样长期跟你这样相处，就是他对你相对是不会的。不会让你慢慢的可能就卸下这个想要让有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可以展现出来吗？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在一起的时间也还没有到很长，所以可能就是希望我自己的步伐可以快一点吧。了解。那同时，因为你可能会希望展现这样好的一面，有礼貌的一面，那同样如果反观你比较脆弱的一面，你是有办法很直接跟他讲吗？还是你是很难的？非常难。对。然后只是说，因为他本身是以前的工作是做社工的，对，所以他比较能够就是去接受跟观察，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会很容易看穿，就是其实我就是有藏一些东西。然后他也不会拐弯抹角的问，他就是会很直接的说，就是我看得出来你就是心情不太美丽，那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够跟他分享？然后他也希望说，就是就
我不要所有事情都憋在心里，或者是觉得自己消化就好，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一个人来扛，倒不如两个人一起来承担会比较轻松。OK， 好，那我们先跳回来比较前面一点。好，节目的期间，我觉得是有2个跟其他来宾比较有误会的点啦。我印象中第一个是跟前女友有关的事情嘛，就是像弟弟那集访问可能有提到说你在有一天就是有去工作的时候，然后有见到前女友，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是当时是怎么样？你自己的解读是什么？然后他有没有什么误会你的地方呢？我觉得，我后来我在看 reaction 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震惊，因为就是前一晚，就是弟弟有问我说，就是为什么那么晚还没有睡，然后我就有告诉他说，因为明天我有一场拍摄，然后那场拍摄就是我有一些明天的行程要排，然后跟我们要拍摄什么我也要处理。然后再加上说，因为这次拍摄虽然有就是摄影师，然后跟其他被拍摄者，然后总共加起来我们总共有4到5个人，然后只是说因为其中有一位参与的是我的前任，所以我有一点就是在忙碌的同时又很心浮气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差不多已经2个月没有见面了。然后那次是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虽然我们就不会有什么亲密的互动，然后也不会真的谈心聊天什么，就都是群体一起互动的。然后当下就是他也有就是跟我说，就是如果真的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很烦恼的话，就是你第2天可以就是告诉我你的心情，然后就是可以，就有一点类似说，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分享这件事。但是后来在后访，我看到的反而是他很执着在于我去跟前任见面，然后有点让观众误会说我是单独去跟前任私会。对。因为我不知道是在哪一集，就是有说到是去私会这件事情。对，是 reaction 的时候吗？对，私会听起来更像是1对1单独特定的那个感觉。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是去工作嘛，然后他只是参与当中其中一员。然后我印象中弟弟可能还有提到，就是说，虽然你有跟他分享这件事情，但是你好像当时心里还是有些波动，有些情绪是吧？可是你这个情绪，你是更多的是跟其他的来宾分享，但没有跟他直接分享。然后他可能当时对这件事情也有点困惑嘛，想说，为什么你的那些心事是跟其他人讲，没有跟我讲？因为其实当时他也在场，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他也在场，那我同时跟大家分享。因为除了可以直接告诉他以外，我也想要听更多人的意见，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是我当下会很急于想要解决，就是这一份心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很注重说，就是他想要跟我1对1的聊天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注意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算是我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所以就是他当下也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会觉得蛮遗憾的。你那个时候是跟前任分开多久？我们拍的时候是11月8号，就那天拍摄是11月8号，然后我跟前任分手是8月11号，对，3个月。快3个月。对对对对。那你当时拍完回来的那个心情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当下其实从前一晚，
就是在跟弟弟聊这件事情之后，我那个时候我最主要是觉得说，我有办法跟这个人，就是真的完全以朋友的方式去进行这一场拍摄吗？就是我真的能够毫无芥蒂的、很自然跟他相处吗？因为其实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共同好友跟朋友圈重叠非常非常多，几乎是我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所以其实大家就是都知道我们在一起，然后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分手，所以我其实当下会很怕，我如果表现得不自然的话，或者是我还很在意这个人的话，我会不会让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好友也感受到这一份尴尬？对，所以我比较在乎的是这一件事情。你自己投入一段感情之后，交往之后，你在感情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其实还是会看对方是，我会看对方是什么需求的人。如果对方是就是需要我带领他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是，会努力让自己成为可以带领对方的那个角色。那如果说就是今天我跟对方是个性非常相似，就比如说我的前任这样子，我们的相处模式就会比较像是我们彼此都会给彼此就是自己生活的空间，然后我们会以就是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再寻求对方的意见，然后跟寻求对方的陪伴。算是比较彼此各自独立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个状态是让我蛮舒服的。那你说现在呢？现在这一任现在这一任的话，我的角色算是，我觉得反而比较像是我真正的个性，对。因为其实，在跟一休就是最一开始就是线上对谈的时候，就有问过理想型这件事，然后我就有说，我希望就是我的理想型是可以带着我主动去走出自己的小圈圈，然后因为我自己算是一个蛮被动的人，所以我也很希望对方是主动的，然后个性比较活泼的。然后就是，他可以就是在我可能比较消沉的时候，他会是主动来问我，而不是就是怎么说，就比起给我空间独处，我更希望他是能够一直记得我，然后会很就是只要在我有一点不对劲的时候，他就可以察觉到的那一种。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当时跟前任是8月那个时候分开的嘛，对不对？对。然后上节目的时候是11月，在过程中也有再见到他。那这整个过程以及你上节目的时候啊，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认识大家的？你有觉得你真的有机会可以在这边遇到你理想的对象吗？然后会不会有点担心说，我的前任可能或许还是正在影响着我的心情呢？其实完全不会耶。因为我就是那一种，就是可能我苦恼了很久的事情，但是只要我想通了，我就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1天2天，我就会完全就是从之前那个状态中脱离出来。你自认是一个很容易陷入一段感情的人吗？我觉得不算。不算。对。在节目中跟小花那样子，你觉得算有一点陷入吗？还是其实只是一个微微的好感而已？你说跟弟弟对。应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我非常钦佩的人，然后我们共同话题也很多，所以我会很希望可以去认识这个人，但是，我也是因为参加了节目之后才发现，其实我在很坚定的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希望对方能够是坚定选择我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弟弟可能他的选择就是非常的多，他是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我其实是没有什么信心的。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真的能够接受，就是一直等待这个人坚定的选择我吗？我会有这样的疑惑。那我会好奇，就是说有这样的心情吗？那在节目的时候，其实多次的可能跟弟弟分享到，或者是其他人，你有提到说，其实你会觉得弟弟的选择，或者是他的选择，你是非常的尊重，或者是觉得那就是可以，他有他的自由嘛，就是因为那时候听起来会是觉得蛮坦然的，但会不会某部分其实又回到你的心情，其实你还某部分的心理其实还是会很在意他没有被选择这件事情。应该说就是我当然希望他选择的就是他真心想选择的，因为如果今天我告诉他了说，就是类似如果你不选我的话，那我也没有想要选你的意思，就有点在逼迫对方做出不是他真心的选择。那如果不是真心的话，那我也不要啦。那假如说最后你跟弟弟其实是有互相选择的，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吗？在下节目之后，你们的相处？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对，因为当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很多选择权的人，但是他仍然是最后主动选择我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其实这一方面就是让我对我们之间的互动更有信心，然后也会觉得说，就是他真的有把我跟其他人之间的分量，就是把我放在比较重的那一方。然后我当然也会觉得说，就是我主动私讯他，或者是他主动来找我交流，我会更想要回复他。就是即使我很忙，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他是值得我抽出时间去回复的人。因为在后来下节目之后，就是也会跟其他来宾聊天嘛。对。那当时我们群组也会因为节目的播出，大家会一起分享一些小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是忘记聊到什么，但你当时有在我们那个恋爱女子宿舍的群组里面，然后就是对可能弟弟表达你对他的的想法啊，应该都是很正面的话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印象，那个时候刚下节目不久之后，对。然后可是后来弟弟其实有说，你们在下节目之后，他有传讯息给你，可是你没有回复他，所以当时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意外的。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他记错了，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回复，是直到后面他说他希望我们之间可以保持礼貌的交流就好，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没有再回复他了。因为对听到的说法是，弟弟可能关心你说，因为你在节目中可能很累嘛，没有睡好，那他会关心你说，那下了节目后有没有睡好，诸如类似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他得到的接收是没有回复。我来看一下我当初回复什么好了。好的，这是可以的吗？可以啊。然后他就是有说，就是辛苦了，感觉你每天都很充实。然后我就有说，就是感觉弟弟每天也都过得很充实，只是更加优雅从容的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还有观众就是私讯弟弟，然后就是有分享说，就是很喜欢我跟弟弟相处的模式，然后我也有回复他说，就是谢谢弟弟跟观众，就是有看到你似乎在旅途中，谢谢你还特地拨空传给我，相信你的这些温暖不只是节目中的我们，观众也都一定感受得到。希望旅途愉快顺利。那最近台湾天气越来越冷，也要注意保暖。对，这些对话都是下节目不久之后的对话。
所以最后是停在哪里啊？最后是停在就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刚跟女友确认关系之后，就是有在大群组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观众就是会去骚扰其他来宾啦，就是会说就是所以小花现在感情状况到底是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有就是跟弟弟道歉，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就是不要太内耗自己，好好的跟女友沟通，你们才是接下来需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严重。就其实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只要好好处理，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一起成长。然后我就说了解，我也会努力让自己成长为可以勇敢跟坚毅面对问题的人。然后跟他说谢谢弟弟让我从节目中直到现在都获得很多成长的力量。然后到最后面就是弟弟跟我说希望大家保持礼貌的安全距离。所以下节目弟弟说你们后面都没有，就是你没有回他讯息这件事情，你是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想是吗？对。好，那我们回到现任女友这个话题上面好了，因为这是下节目之后的事情嘛。对，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因为观众也都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大家很关心说有没有重叠到。我前面再补充一个好了，因为我们刚那个开拍前，就聊到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误会，就是那个说当朋友这件事情。哦，对对对，那这个是可不可以还原一下这整个过程是有什么样的误解吗？应该说就是当下我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我们最终选择的时候。那因为这一句话其实并不是我说出来的，而是其他来宾说出来之后，然后我有附和说，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相处方式。但是可能弟弟就会误解说，就是就我也是这种想法。但因为当下，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片段，因为应该可以看得出我蛮错愕的，因为就是我会想说，我有说过这句话吗？然后那个时候我首先会先想说，就是我有没有也是这样子的想法？那如果我有相似的想法的话，那会是什么原因？然后才给了弟弟这样的回复。那因为老实说，我会觉得跟朋友就是跟恋人之间是像朋友一样相处的方式，在我这里来说，比较像是我们不会就是有那一种就是恋人跟朋友之间的差距。就我们的互动模式，理想中应该会是我可以跟朋友分享的，我同时也可以跟恋人分享。就是抛去恋人之间那种亲密互动关系以外，我平常跟朋友就是可能讲干话啊，然后做一些就是别人看着会觉得就是很白痴很笨的事情，可是我们两个做起来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朋友之间的默契，就比较不会像恋人之间一定要维持一个我们今天就是在谈恋爱的氛围，而是我今天就算不是怎么说，想要证明我们有在谈恋爱，我也可以很自然的跟你相处。这个是我对于这一个就是跟恋人相处起来有朋友氛围的那一种认同的想法。新的女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在下节目没有很久之后，就有被公开出来。这个公开第一次知道是看到你女朋友的发文，
对，然后当时我们都很意外，因为这对节目来说算是一个暴雷的行为啊。对，当然那个不是你自己发的，是对方发的。那后来你就有在告知其他的来宾说，就是你现在有对象了这样子。那当时的这件事情，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说，这么快就交女朋友了，是有重叠到吗？我们是很担心这件事情的，因为如果有重叠到的话，你也可能会被骂，然后节目也会受影响。对啊，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吗？就是怎么开始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先来说一下，就是对方发文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算是我们之间第一个最大的矛盾。因为他发文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然后我也是有其他观众跟我说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第一个当下我会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尊重我。就是因为他的照片里面是有我的合照嘛，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发有我在里面的合照，是不是应该先询问过我的同意？然后再加上就是当时他也知道我有参加节目的这件事情，那他应该就是要有自觉说，就是就是不要有暴雷的行为。但是他的想法跟我就是会有出入，那这个会造成我们就是一开始会有冲突。然后那再讲回就是我们交往的时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算是下了节目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后面就是有一些 cosplay 上的拍摄跟安排，然后再加上就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节目中间的时候，他跟我的联系比较频繁起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对这个人也是有好感的，只是因为当时在节目上嘛，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当下我的想法很混乱，因为我会不知道说，我究竟应该在节目上做出选择。或者是说，其实我除了节目以外，我还是可以有其他选择的。我会很困惑这件事情，因为后面我也有看其他观众的反应，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你都已经上节目了，那你的选择可能就是要着重在节目里面，你不应该要就是除了节目以外还有其他的选择。但我就会觉得说，其实这样还蛮困难的，就是我不可能我的交友圈只有在节目里面，我一定在节目外也有其他的交友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节目中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主要就是我在说，我会希望就是如果要真的进入一段关系的话，我不希望对方就是一直打着暧昧的名号，然后希望我去履行已经确认关系之后才应该做的事。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今天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那如果我们已经是确认交往的关系，那你可以要求我一定要报备行程。但是如果只是在暧昧期间的话，这一件事情应该是由我自己觉得说我要主动跟你报备，然后我去报备，而不是说你有那个责任去责骂我说你怎么都不报备，然后就是你是不是对我不忠。但因为只是在暧昧期间而已，我个人觉得说在暧昧期间彼此都没有给彼此承诺的话，其实对方如果有就是自己的生活，那对方其实不能够强制对方一定要去履行说明的责任，而应该是对方自发觉得说，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要去告诉你这样子。然后我也有跟就是现任女友讲过类似的话，然后他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他必须要抓紧这个机会，所以在就是
节目中间的时候，就是我有稍微表示好感的，然后他就会很……你中间是指说播到一半，还是拍到一半？拍到一半，对。然后他就是有非常主动跟非常紧迫的，就是表达他的喜欢。然后到了下节目之后，因为我觉得可能下节目之后，我也比较回归自己的生活了，然后再加上我的确感受到我自己就是还是比较偏向会想要追寻我理想中的那个理想型，而它表现出来的刚好是我想要追寻的那一个样子，所以我就有跟他就是互通心意。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之间都有说好，就是还没有正式在一起，就我们彼此是确认彼此都喜欢，但是因为他觉得我可能离上一段感情就可能中间隔得还不够久，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是他可能一段感情跟下一段感情中间都可能要隔个半年或者是1年之间在交往，所以他会觉得说我可能是不是跟上一段感情中间隔开的时间不够久，然后再加上有参加节目的关系，他觉得他需要去思考，就是我参加节目这一件事，因为对他来说，他可能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我跟其他人曾经有暧昧或者是互相有好感的事情是被很多人知道的。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参加到节目一半的时候，跟他开始比较频繁的聊天嘛，然后他也有向你主动示好这样子，在那个时候，那跟他的这些互动有影响到你在节目中的表现吗？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对，就是因为其实当下我是真的很困惑，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希望我可以不要再跟就是 cosplay 圈的同好交往，因为就是像前任的事情，我们分手之后会有很多我们之间的共同好友可能会觉得尴尬，就我想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才决定就是想要来参加节目，就至少会知道认识的人就一定会是不同圈子的，对，但是我就会疑惑说，我想要认识不同圈子的人这件事情，跟我在我过去熟悉的就是 cosplay 的圈子里面也有好感的人，那我究竟应该选择哪一边才是正确的？然后跟哪一边才是对我跟对可能我们互相有好感的人才是最好的。所以其实我当下很混乱，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节目上面看到我就有点心不在焉，或者有点在登出，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当时，对于有一些你的选择或在节目中环节的一些状况，也会有点困惑。就例如说，像在深聊阶段，你当时我们每个人都要选一个，可是你当时好像就没有想要选择谁，就是我就会想说，这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没有特别想聊的？虽然你给的答案是说你不想去影响任何人的选择，但对我来说会觉得，可是上节目的机会很难得，怎么没有想说去把话讲开聊一聊？这个也算是当时跟现在女友的联系造成的影响吗？这件事情反而没有，因为当下确实是因为毕竟镜头不是一直在播嘛，对，然后基本上我想要深聊的那些话题，在就是可能我们睡前或者是我们私下
就是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基本上都聊完了。我就会觉得，就是如果是重复的话题的话，好像也没有必要再去重提一次。那当然就是，我也很谢谢，就是有其他人选择我深聊。就是我会很开心，说他们还是想要就是更了解我多一点。但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希望，就是我想讲的东西全部都讲出去之后，我不想要收回那些话，也不想要改变我当下给其他人的那些想法。所以我会选择说，那我就不要再去重复这一些话题了。那像那个后面几乎是最后有一次约会你选择同期嘛？那时候我也会有点小惊讶，就是可能你跟同期前面，或者说就讲感情线来讲是比较看不出来的。对。那回过头来，这个选择对你当时的心境来讲，某部分也是会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嘛？就是你刚提到，就是你的线下有这一位追求对象。其实好像影响也没有很大。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后访没有剪出来，但是当时就有问到，就是目前来宾各自的前3位好感各自是谁，然后那时候我的第3名是给同期的。然后其实当天我本来是想要选择就是 Clara， 但是因为 Clara 那一天就是他有说第2天早上有课，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应该让他多休息一点，然后也不想要去打乱他原本的行程，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我就顺着我的好感，对，就是选择同期。但是好像没有被收进去，所以我觉得观众看了可能也蛮困惑的。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跟观众讲一下，就是我们节目是没有特别去宣导或是规范说，在节目的期间不能跟外面的人聊天，或甚至是有情感上的交流，我们是没有特别去限制这件事情。然后也可能也因为这样子，有些来宾就是会跟其他人聊天，然后像你可能就是对方有跟你示好嘛，那也变成说你们下节目之后可能比较快在一起这样子。但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容易被误会啦，就如果没有特别出来说明这件事情的话。但是如果之后想要来跟想参加节目的来宾或者观众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办节目就是9天，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投入在这9个10个人当中啦。不然有些来宾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或是有些观众可能也会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不在节目中好好的投入情感就好了？因为其实不知道一轩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对谈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有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在录制节目当中，就可能我在节目以外有其他有好感的人，会不会影响节目？或者是如果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是不是应该要中途退出？然后那个时候一休就是给我的回复就是像刚刚那样，对，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有先问过，所以以我的立场来说，我会觉得我做的事情，其实我虽然会觉得困惑，到底应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也会有一个安心的感觉，是说就是节目组的规范是这样，那我没有去破坏到这个规范，对，大概是这样。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就是如果真的觉得就是要确认关系的话，那就是自己要去考量说节目会不会影响到，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真的觉得就是不行的话，然后中途要退出的话，就是可以跟节目组做沟通，然后还有就是也要自己去承担说，就是可能观众会给的一些评价这样子。那后来你们2个就有顺利在一起嘛？那当时他是怎么知道说你有参加节目这件事情的？他是
看节目才知道吗？还是你本来就有先跟他讲过？哦，我有主动跟他说，对，因为我会觉得比起他自己去发现这件事情，倒不如我直接告诉他会更好。因为如果是他自己去发现的话，比较像是我隐瞒了这件事情，只是为了保持我这个人就是形象很好，然后展露给他的都是好的一面。可是参加过节目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人生经历，就这也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不如我主动告诉他。那他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我虽然会难过，那虽然也有可能影响我们有没有办法顺利在一起，但是至少我有很诚实的去面对他，有把真正的我表现出来给他看。实际，因为你说难得的一次机会这样参加嘛，对。实际你觉得这样子9天下来，然后至今节目也播出完了，对你而言，你觉得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那这个收获可能也许是正向的、负向的都可以。那我先来说正面的好了。好，正面的话就是我觉得，人生中能够这么掏心掏肺的，就是在这短短几天里面，别人就其他来宾可能是9天，但对我来说就是只有6天而已。然后我会觉得说，在这6天里面，就是可以听到这么多人很真诚的交流，我觉得也是让我有了对于就是跟陌生人交流这一点又更有信心。然后因为我过去就是基本上我其实不太参与女同圈的交流，就是我基本上交往对象也都是局限在就是 cosplay 圈内，所以也是让我就是见识到很多其他不同的喜欢女生的女生，就可以知道他们原来也是有各种不同面向的，然后也是有点打破就是我之前会可能觉得喜欢女生的女生就一定要是哪一个模板，但是参加节目之后就会发现说，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样貌。好，那接下来讲负面的。就我基本上在节目中没有感受到什么负面的感觉，除了就是下节目之后，因为我后面我们13号结束嘛，然后我15号、16号2天连续都有拍摄，所以就身体变得很累。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跟其他人之间的误会，就是没有办法及时解决，就有点造成我有一些无奈的想法。然后再加上因为过去我有看就是前几季的节目，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好像大家讨论跟来宾交流的方式就是透过群组，就是透过社群嘛。但是因为有发生了就是观众去找到我的个人社交平台，然后有去骚扰到我的朋友，然后也有就是他们明明知道可以主动来问我的问题，但是却选择去骚扰其他的来宾，就让我觉得事态变得非常不可控。然后也会让我觉得说，就是是不是我真的做得太糟了，所以才会影响到其他人。就这件事情其实困扰了我很久，然后中间也是因为我不太知道怎么去发泄这一些情绪，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它在我心中就是一直会有一个疙瘩。然后可能即使我道歉了，但其他人没有办法谅解，我可以接受，但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说，这其实也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那最后我们就 Q&A 哦 ，OK， 好，比较轻松的。好，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说嘛，或者说跟下一季的来宾说？就是老实说，就是对于大家对我的正面的反馈跟负面的反馈，其实我都看得到。然后就
我后面一开始我会选择回应，但是到后面会选择不回应，是发现说其实大家抒发这些想法并不是为了让我看到，也不是希望我去解释什么，大家抒发情感就只是大家抒发情感的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我其实并不会那么在意，但是有很多观众就是温柔的回应我都有收到，就是很谢谢大家。然后再就是因为在节目中就是有爆雷，虽然不是我主动爆雷的，但是这件事情确实影响了观众，还有节目组，然后还有其他来宾们。那这件事情就是虽然已经跟大家私下道歉过了，但还是希望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那基本上就是还是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可以得到很多就是想法上的改变，然后可以很享受就是节目中的一些彼此之间来宾彼此之间的互动。那也很期待就是第2季就是由不同的人马不同的来宾，就是给大家不一样的恋爱体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永远记得，就是恋爱这件事情它是很美好的，也希望大家无论遇到了什么挫折，也不要去放弃追求这一份美好的可能性。就这样，那今天就差不多了，好，就跟观众说声拜拜咯。好，拜拜拜。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节目里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把前任，就是我会跟前任去拍摄这件事情告诉其他来宾吧。我会觉得说明明我是很信任大家才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但后面的反应让我很失望。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